最新发现，地球原来真是一座监狱。从古老神话到现代科学的新发现，越来越多线索暗示着这个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人类或许并非土生土长于此，而是被关押在地球上。到底是谁建造了这座宇宙监狱？我们又犯下了什么罪行，才沦落至此？让我们从头开始，抽丝剥茧，一探究竟。远古放逐的传说其实有关人类被放逐到地球的想法，在古老传说中早有踪迹可循。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在西方宗教中，亚当和夏娃原本居住在无忧无虑的乐园，但因为违背了造物主的命令而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在尘世受苦。对于古人而言，这正是一个惩罚的故事。人类因犯错而被贬到现世，离开了原初的天堂福地。在古兰经的描述中，最初的人类本来在天堂过着安逸的生活，后来因为受了撒旦的引诱犯下过错，真主将他们贬降到地球。换句话说，人类并非起源于地球，而是被放逐到这里赎罪。不仅西方有这种观点，许多文化都隐约流露出类似理念。人生在世即是受苦，仿佛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受罚的场所。佛教称我们这个尘世为娑婆世界，意为充满痛苦与缺憾的世界。轮回转世的概念更是指出，众生被困在生死循环的牢笼中，除非悟道解脱，否则永远无法脱离此苦海。在某些古老的神秘学派，例如诺斯底主义的教义中，物质世界甚至被视为一个由低级神灵创造的陷阱，其目的正是为了囚禁人类的灵魂，使其无法回到更高的天国境界。这些古老观念都不约而同地透出一个讯息：我们的灵魂仿佛被囚禁在地球这座大监牢里，经受磨练与考验。人类不属于地球，奇特的生理线索。如果地球真是监狱，那囚犯当然就是我们人类。而有趣的是，现代科学发现人类身上存在许多与地球环境格格不入的特征，仿佛暗示我们原本并非为这个星球而生。一位美国生态学家爱丽丝·席瓦尔博士 Dr. Alice Silver 在2013年提出一项大胆理论：人类并非源自地球。他列举了一系列我们身体与地球环境的不适应现象，每一项都发人深省。首先是地球的重力，地球的引力对我们而言其实相当大，以至于人体容易受伤和劳损。很多人一辈子都饱受背痛困扰，尤其是下背部疼痛在成人中十分常见。席瓦尔博士指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祖先演化于重力更低的环境，突然来到地球这样高重力的地方，脊椎和肌肉承受额外负荷，才出现普遍的背痛问题。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地球动物很少有脊椎劳损的情况。猩猩不会因为走路久了腰酸背痛，马儿也不会因为跑步而椎间盘突出。只有人类对地球引力如此敏感，仿佛我们并非为这种引力条件所设计。再看阳光与气候，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大多适应裸露在自然环境中，长毛的熊在冬天也能安然过冬，爬行的蜥蜴整天晒太阳也没见它们中暑。然而人类却异常脆弱，在烈日下暴晒几个小时就会头晕中暑，皮肤还会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引发疼痛甚至致命的皮肤癌。我们没有浓密的皮毛保护肌肤，只能依赖衣物、防晒霜这些外在手段才能长时间应对阳光。这实在奇怪，为什么人类演化出了几乎全身裸露的皮肤，却又如此不耐太阳？地球可不是个阴暗的星球，在这里生活的物种理应对阳光习以为常，但我们却有如外来者，似乎更适合在温和均匀的光照下生活，例如恒温恒湿的环境，而非地球上变幻莫测的天气。说到气候，人类还特别害怕极端温度。想想我们得用火取暖，发明空调制冷，才能在酷寒酷热中存活。反观其他动物，骆驼能忍受沙漠高温，企鹅能挺过南极严寒，它们无需科技辅助，就在地球的极端环境悠然自得。唯有人类，如果不依赖工具，实在很难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仿佛地球对我们而言处处是险境，我们只能通过聪明才智作弊，打造人造的小气候才能活下去。疾病与寿命之谜，不仅外部环境不友善，人类自身还有许多怪异的健康问题。在自然界，多数野生动物除了受伤或年老，很少长期被疾病缠身。然而在人类中，
慢性疾病几乎人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中老年人几乎找不到完全健康的个体。席瓦尔博士挑战道，在地球上你找不出一个身上毫无疾病的人类。相较之下，如果不是人类干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得文明病。我们身体仿佛天生就和环境有种微妙的不协调，导致各种毛病丛生。更有甚者，人类的分娩过程也惊险异常。由于婴儿的头颅巨大，女性生孩子常常痛不欲生，放在古代医疗不发达时代，还有极高的死亡率。在动物界，多数哺乳动物生产要顺利得多，极少有像人类这样难产频发、危及生命的情况。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人类婴儿的头部过大，超出了地球自然选择的范围？或许我们的生殖机制原本是在另一种条件下演化的，来到地球后反而变得不完美。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点是心理上的故乡感。许多人在仰望星空时，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乡愁和失落，仿佛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里。席瓦尔博士也提出，人类普遍存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即使身处熟悉的家人朋友之间，有时也会突然涌上一股格格不入的孤独感。这种灵魂流浪者的心态或许早已写进我们的基因里，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地球的原住民，只是被迫寄居于此。综合上述种种，席瓦尔博士断言，人类并非在地球上演化，而是起源于另一个星球，后来被某种力量丢到了地球。而他的结论更是惊人，地球或许就是一座为人类准备的宇宙监狱。他的推论是，人类之所以被放逐到这里，很可能因为我们物种天性太过好斗暴力，在宇宙中引发了某些麻烦，因此高等文明，或者如宗教所说的神，决定将我们隔离。在他的比喻中，地球就像当年英国流放罪犯的澳大利亚流行地，我们整个物种其实是被宇宙高等存在流放的囚犯，而我们必须在这里学会改过自新，变得文明守序，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听到这里，也许你会嗤之以鼻，这一切听起来更像科幻小说或阴谋论，那有什么真凭实据吗？事实上，上面提到的人体特征和不适应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科学观察，只是席瓦尔博士给出了与主流不同的解读。当然，他的地球监狱论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我们暂时无法用化石或基因明确证明人类起源于外星。不过有意思的是，随着我们对宇宙了解越来越多，一些全新的科学发现反而提供了更多地球被隔离的暗示。换句话说，如果地球真是监狱，那这座监狱的墙壁和铁栏杆可能已经悄悄浮现出轮廓。宇宙孤岛，地球的逃脱之路被封死。谈到监狱，最关键的莫过于囚禁与隔离。一座监狱一定是与外界隔绝的，而近年天文学的发现正揭示，我们的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银河系可能被摆放在宇宙中一个异常偏僻孤立的地带，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2024年前后，天文学界开始讨论一项令人瞠目的观测结果。科学家发现，我们银河系所在的宇宙区域远比想象中空旷。用行话说，我们可能正身处一个超大宇宙空洞的中心。什么是宇宙空洞呢？简单比喻，宇宙中的星系并非平均分布，而是有点像泡沫。星系往往聚集成片，形成星系团和超星系团，就像泡沫的墙壁部分。而在聚集区之间，则存在巨大的几乎一无所有的空区，就像泡沫内部的空洞。我们的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以及附近一些星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一部分。然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更大的尺度上，我们所在的位置极其空旷，四面八方，在数亿光年的尺度上，周围的星系密度明显低于宇宙平均。换言之，地球附近的宇宙是个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科学家推算，如果要解释一些观测难题，例如著名的哈勃常数之争，不同方法测得的宇宙膨胀速度不一致，只要假设我们正位于一个直径约10亿光年的巨型空洞中央，许多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空洞里的星系比外界平均少了大约20%以上，因而外围密集区的引力把空洞内的物质往外拉，使得空洞内部变得更加空旷。同时，由于空洞在慢慢抽空内部，从我们角度看出去，
外界星系离开我们的速度就会比较快，给人一种本地宇宙膨胀较快的假象。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真的可能住在一片宇宙的荒漠地带。设想一下这幅景象，在无垠的宇宙平原上，繁星点点汇聚成城邦和村落，而我们恰好被安置在两大城镇之间的荒野，最近的邻居远在天边，而我们周围是一片死寂的真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人为安排的隔离区？有趣的是，有天文学家打比方说，如果有其他文明在观察，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所在的区域划为禁航区，仿佛宇宙的其他文明故意绕开我们，让我们孤零零待在这块文化保护区里自行发展。这颇有动物园理论的味道。外星文明把地球当成一个展区，不干涉也不让我们跑出去。当然，这只是戏谑的说法，但从纯科学角度看，我们的宇宙地质确实非常特殊，既非热闹的星系都会，也非交通要道，反倒更像遥远乡间的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更令人称奇的是，在我们孤零零的小岛和外面热闹世界之间，天文学家还发现了类似围墙的巨大结构。2020年前后，科学家利用射电观测发现，在距离地球约5亿光年之外，分布着一条绵延数亿光年的星系墙，成千上万个星系排成壁垒状的巨型结构，仿佛一道环绕的宇宙城墙。由于它靠近南天极方向，后来被命名为南极墙。有趣的是，这样的发现让人联想到佛教传说中的须弥山古老经典中描述，须弥山高耸入云，矗立在世界中央，周围环绕着日月星辰，是天地之柱。现在科学找到了星系墙，不少爱好者戏称这就是神话中须弥山的投影。在5亿光年的遥远处，有一圈巨大的墙环绕我们的宇宙小岛，把我们包裹其内。如果说地球是监狱，那么这片宇宙空洞就是监狱的内院，而远方的星系墙则恰似高墙围栏，将我们圈在其中。当然，严谨地说，宇宙空洞和星系墙是自然引力作用形成的，未必要刻意解释为有智慧生物建造的囚笼结构。不过，这些宏观宇宙现象确实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封闭环境，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巨大的空间尺度上被隔离开来。巧合的是，这正是监狱的核心要素，隔离犯人，使其无法轻易接触外界。或许一切只是宇宙巧合，但也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会不会真有某种无形但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刻意安置在这片宇宙孤岛上？费米悖论与宇宙监禁，除了环境孤立，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智慧生命的踪迹。按照常理推算，宇宙有着上百亿年的历史，无数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系统应该孕育出许多先于我们的文明才对。著名的费米悖论早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这个疑问，它们都在哪里？为何茫茫宇宙中我们听不见别的文明的声音？主流科学提出各种解释，也许智慧生命真的极其罕见。所谓稀有地球假说，宇宙中同时满足生命演化条件的行星寥寥无几，而地球不幸或幸运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如果真是如此，那地球岂不成了茫茫黑夜中唯一亮灯的房间，既孤独又脆弱？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高等文明刻意对我们保持沉默，这被称为动物园假说或星际隔离政策。假如宇宙中存在一个星际公约，高级文明们决定不干预落后文明的发展，那么地球目前的境遇就说得通了。我们其实被圈养在一个宇宙保护区，外星人躲在暗处观察我们，就像科学家观察培养皿里的细菌，只在必要时才略施援手或进行控制。在这种假想中，地球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尽收某些监视者的眼底，而我们之所以无法接触外星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听起来毛骨悚然吗？或许你会说，这不就是科幻电影的剧情吗？然而翻开许多所谓的 UFO 档案和未解之谜报道，其中有一条暗线耐人寻味。许多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总是发生在我们试图突破某些边界的时候。例如，人类历史上首次核爆后，在各国核武设施附近频频出现神秘光点。冷战时期，多起军方的核导弹基地遭不明飞行物干扰失灵的传闻流出。甚至当人类开始筹划登月、探测火星的关键时刻，
都有科学家声称，探测器拍到了诡异的不明飞行物体跟踪。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联想，每当人类企图乱来或闯出地球这座院子时，就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警告我们，就好比监狱里的探照灯和守卫，一旦囚犯有异动，便立刻关注。如果地球真是高等文明看管下的囚笼，那这些 UFO 说不定正是扮演着狱警的角色，监视我们，偶尔敲打我们，确保我们不会对自己或整个宇宙造成危害。月球观察者与神秘构造提到监视，有一个有趣的阴谋论观点，直接把目光投向了月球。根据席瓦尔博士的假设，外星典狱长可能就驻扎在月球上。月球因为始终以一面朝向地球，背面永远隐藏不见，这让无数想象力丰富的人浮现各种猜测。会不会月球背面藏着外星基地，24小时监控地球动态？虽然这些猜测并无科学证据，但巧合的是，月球确实在地月系统中扮演着一个稳定器的角色。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使气候长期稳定，还引发潮汐，影响生物节律。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月球，也许地球难以长时间维持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所以也有人戏称，月球就像是地球监狱的一部分，既当监视哨所，也帮忙维护囚笼环境的稳定，免得囚犯全数死光。更耸人听闻的说法甚至认为月球本身中空且可能是人造物，这是某些阴谋理论圈流传的月球人造卫星说，认为月球并非天然天体，而是某种远古高等文明拖来放置在地球旁的观察站。如果这一切有一丝真实成分，那地球头顶上高悬的玉盘还真可能是宇宙牢房的单向透视窗呢。远古文明与外星囚犯，假如人类真的是被流放至地球的囚犯后代，那最初那批被投放到地球的生物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刚抵达地球时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有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线索来自远古文明的谜团。举例而言，许多人困惑于埃及金字塔等巨石建筑的建造技术，几千年前的人类在缺乏先进机械的情况下，是怎样搬运数十吨重的石块，打造出精准对齐天体的金字塔的？有一种大胆的猜测正符合我们的故事线，或许金字塔等远古奇观就是那些刚被流放到地球的外星人囚犯建造的。设想一下，如果某高等文明将一批犯事的族人丢到地球上，他们刚开始时也许仍然保有高超的知识和技术，于是在陌生的星球上建造起熟悉的建筑作为庇护所或者地标。他们使用从母星带来的知识，指挥当时原始的人类，或利用自身残余的设备筑起了金字塔、巨石阵、复活节岛、石像等等令后世瞠目的工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流放者的科技慢慢耗尽，他们的后代逐渐融入野生环境，退化到原始生存状态，那些壮丽的建筑就成了孤零零的遗迹，引发后世无尽的猜想。这种假说听起来天马行空，但倒是巧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古文明都流传着来自天上的诸神的传说。无论是苏美尔神话里教导人类农耕的天神，还是玛雅传说中从天而降的羽蛇神，又或中国上古关于天神下凡的故事，都可以理解为人类祖先在模糊记忆中对那些外星流放者的刻画。他们本领高强，寿命悠长，被当时愚昧的人类奉若神明。等这些神的影响力消退，人类文明才又回到由零开始自主发展的正轨，而那些神遗留下的东西，神器也好，建筑也好，则成了我们今日研究古文明时的巨大谜团。清理战场，恐龙灭绝与人类登场。如果把地球视作一座待用的监狱，那在将我们投入之前，或许典狱长还做了一番清场工作。这就引出另一个大尺度的巧合，恐龙的灭绝。地球在6600多万年前经历了一场灭顶之灾，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让称霸地球1亿6600万年的恐龙们顷刻消亡，为哺乳动物崛起扫清了道路。科学一般认为这只是自然事件，但在我们这个脑洞大开的剧本里，可以暂且假设，也许这场灾变背后有更深的用意。毕竟要关押一群高智商灵长类囚犯，你总不能让几十吨重的暴龙在院子里横行，这对囚犯或典狱长都是巨大威胁。恐龙时代的结束，恰恰为哺乳类
最终的人类崛起创造了空间，仿佛老天或者某个幕后黑手刻意抹去旧统治者，空出地球这个牢房，等待新囚犯入住。当然，这纯属脑补，但事实结果确实如此。在恐龙清空舞台后，人类的祖先才有机会演化并逐步统治地球。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人类能出现在这颗星球上，就得感谢那颗灭绝恐龙的陨石，要不是它，我们或许永远没有上场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剧本，那这颗陨石就像是监狱建造前的一次大扫除，把环境布置妥当，为新人类的到来做好准备。逃离地球为什么这么难？一座监狱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囚犯能否轻易逃脱。就目前看来，人类离真正逃出地球还差得远，是地球本身限制了我们。首先，地球引力深井带来的技术门槛极高，我们要冲出大气层，需要巨大的推进力。火箭升空大部分燃料都在对抗地心引力，好不容易进入太空，迎接我们的又是致命的真空和宇宙射线。没有氧气和气压，人类几分钟内就会在太空中死亡。没有磁场保护，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足以引发致命辐射病。换句话说，我们裸身无法离开地球半步，整个外太空对人类而言宛如汪洋大海，而地球就是孤岛。我们只能造出船、太空舱、太空衣，才能暂时离开安全区。即便如此，目前为止也只有2打左右的人类登上过近在咫尺的月球，而且还是短暂停留。从1972年阿波罗计划结束至今，人类再没踏出过近地轨道半步。我们派出过探测器飞向太阳系边缘，但那渺小的探测器，例如旅行者1号，飞了40多年才勉强飞出太阳系，要到达最近的恒星附近，它还得飞几万年。如此看来，要真正走出地球监狱的范围，不仅当代人办不到，恐怕整个人类文明在可见的未来内都难以办到。辽阔的太空距离和残酷的环境条件就是最牢固的镣铐，束缚着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甚至就连地球周围也像是设置了一些电子栅栏。我们在地球外围发现了强烈的范艾伦辐射带，那是环绕地球的高能带电粒子区域。任何载人航天器穿越这些区域，都面临着设备被辐射干扰，宇航员受高剂量辐射的危险。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为了穿过辐射带，采取了特定的高速和轨迹，以减少停留时间。有人打趣道，地球周围这2层环形的辐射带就像高压电网，提示囚犯们不要乱跑。虽然这种说法纯属戏言，但不得不说，大自然为地球筑起了重重壁垒，使得人类离开地球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然而，我们真的注定永远被关在这里吗？或许也未必。人类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和不屈的意志，历史上无数次突破了所谓的限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已经开始试探这座监狱的大门。我们把机器探测器送上火星，计划最早在2030年代让人类踏上火星的土地。我们还计划建造月球基地，甚至展望更遥远的木星和土星卫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移民其他行星，届时地球监狱的大门将被人类自己推开一条缝。但是这样的越狱行为会不会引来宇宙监管者的干涉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真有所谓典狱长在关注我们，当他们看到我们开始跨出地球，涉足星辰大海，他们会作何反应？是发出警告，把我们拦下，还是欢迎我们刑满释放，正式加入宇宙文明大家庭？我们未来的命运，自我救赎还是外力审判？纵观我们讨论的这一切，从神话传说、人类生理之谜到宇宙学新发现和各种阴谋论假说，串联起来，仿佛在讲述一个宏大的科幻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我们人类，此刻正处在高潮将临的关键时刻。如果地球真的是一座监狱，那可以推测，囚禁计划终究是有期限或目的的。不管当初是何种高等力量将我们困在此处，他们很可能希望我们在艰困的环境中学会某些课题，或许是要我们学会和平共处，摆脱嗜血的本性，或许是要我们发展出足够的智慧与道德，才配与宇宙邻居打交道。如果真是如此，那人类历史至今的种种经历，无数战争与和解，灾难与创新，分裂与融合，都是在完成这门严厉的课程。
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合格了，也许典狱长才会现身，宣布人类刑满释放，带我们见识更广阔的星海。当然，另一种可能更让人不寒而栗。假如我们迟迟无法通过考验，继续在科技提升的同时保留原始的暴力和贪婪，那么走出地球不仅不是自由，反而可能把监狱等级升级。想象一下，人类带着核武器和掠夺欲踏上其他行星，对别的文明或生态造成威胁时，高等文明会坐视不理吗？也许到那时，我们将迎来宇宙法庭的最终审判。最坏的结局下，人类可能被勒令永远囚禁在地球，甚至遭到抹除，以免祸害邻里。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剧本，但也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道德课题。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离开地球，面对更大的自由与责任？话说回来，地球是监狱，毕竟还只是一种大胆的猜想，它混合了神话、科学和想象，在严肃的科学共同体中并非主流观点。我们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外星文明真的把我们囚禁于此。或许千百年后，人类踏遍银河系回头再看，会发现当年的监狱理论只是庸人自扰的一场误会。不过，正如任何赋予想象力的假说一样，地球监狱论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审视自身与周遭的独特之处。我们确实有太多未解之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宇宙看似空无他人？为何我们总觉得与这世界有一丝隔阂？种种疑问交织，使地球监狱论如此迷人，因为它试图用一个宏大的故事串联所有谜团。无论真相最终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人类当前唯一的家就是地球。不管它是监狱也好，摇篮也罢，在相当长的未来，我们都将继续在这颗蓝色行星上繁衍生存。或许把地球比作监狱未免悲观，但它也提醒我们珍惜这片得来不易的家园。如果真有一天我们证明了自己，走出了地球，希望我们回首这段漫长岁月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这场严苛的磨练，我们已学会如何成为更好的物种，无愧于重新获得的自由。到那时，曾经的囚徒将以崭新的身份踏上群星之间更宏伟的征程。究竟地球是不是一座宇宙监狱？答案也许很快就会揭晓。而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拼命求知，并且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这正是考验的核心。毕竟，如果这真是一场来自宇宙高智慧的考验，那我们就更应该奋发图强，为了早日迎来出狱的黎明而共同努力。